我今天帮我自己预约了一堂巴厘岛的调香课，准备出发去看看咯。我有被巴厘岛的交通吓到，因为真的很会塞车，他们路就是很小，然后也没有红绿灯，很少看到红绿灯。他们那些主要的路都太糟糕了，所以我决定走小巷子看看。但这个也太小了吧！发现巷子里面超棒的，很干净，然后很凉，也没有什么大车。早知道就都走巷子里了。这边就是我今天要上课的地方。这栋看起来有点高级，好像是饭店。我今天来到这间 L'Atelier 香水工作坊，它是位在巴厘岛库塔这边有一个叫做 Seminyak 区的一个饭店楼下。然后这间店的老板呢，他是一位印尼人，然后曾经去法国学了调香，回来之后开了这一间工作坊。那这间工作坊有名在它所使用的香材都是来自印尼各地种植的植物生产的。那我待会会上一个3个小时的调香课，他们会从所有的香材开始介绍，然后到教我怎么调香。现在桌上这一些瓶瓶罐罐就是各种植物萃取出来的香精，等一下我们就会用它来调香。Top note, middle note, and base note. Some often they call use ingredient in perfume, and they come from Indonesia. And Indonesia is also produce something like this because it smells like food, right? Like a dessert. Back then, it's not common smell. And this is the maize, and the nut is the brown one, this one. And the one that used for cooking usually this one, but we need to grind the small one. But the small one is what we. 刚才老师就花了1个小时跟我介绍香水的制作原理，然后还有介绍一些香材的部分，然后里面就是有带到很多巴厘岛跟印尼人生产的一些植物做的香材。然后因为刚才闻了很多不一样的香精，所以现在要让我的鼻子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要开始调香。他们竟然帮我准备了点心这是他们自己的品牌的香水，用了很多巴厘岛当地的香材，然后闻起来是偏花香，然后比较甜一点的味道。Green, airy, watery type of smell. 我们刚在正式开始之前，老师他先让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那我们就可以由这个测验看出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哪一些香味。那这样我之后在挑选这些香精的时候会比较简单，然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那根据我的测验结果，我是属于 Zen 跟 Tonic 这2个范围，然后它们2个里面就包括像柑橘调啊、水生调啊、木质，还有一些青草绿色的感觉。那我再从这个相关的精油里面挑出我真的觉得很喜欢的，然后按照比例呢去调配我想要的味道出来。那我现在放这样一瓶一瓶，就是我之后会用在我的香水里面的那一些味道。但其中也是有一些我没有那么喜欢的，所以我就把它们剔除掉，然后换了一些本来在我测验结果里面是没有的味道。不过这样子整体的准确率大概我觉得也有70%到80%。在这个工作坊呢，我们会调制3款香水，然后每一次你都可以依照前面那一次去做一些微调。那这个是我在做第1款的时候，
我的前调用了姜，还有柑橘，然后还有迷迭香，然后中调我用的是胡椒，还有青草，还有茉莉花。然后尾调的部分呢，我选了香根草，还有沉香跟一点点的檀香。结果闻起来，我觉得它非常像我们去做 SPA 的时候那种精油的味道。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加了比较多迷迭香，然后我的花香又太少，所以我第二次又微调。这次我把迷迭香拿掉，然后加了一点玉兰花，然后最后的那个尾调我想要它再丰富一点，所以加了一些广藿香。结果闻起来虽然花香感多了一点，然后 SPA 感减少了一点，但是却多了一种药感，应该是来自那个广藿香。果然还是要调到第3次才能有稍微满意一点的结果。然后我刚才第3次又加了柠檬跟一点点的无花果，然后整个感觉变得还蛮好的。我们调完香水了，然后我选的是第3个，就是我第3次做的那一瓶，就是花香味稍微重一点的。然后他会帮我做成像这样子一瓶大瓶的香水，然后这边会写我的香水的名字，所以我现在要帮它上一个名字。刚才花了一些时间调我自己配方，然后现在老师就会把我的配方表拿去依照那个比例去做成正式的香水。这边让大家看一下了L'Atelier有哪一些工作坊，它有90分钟，还有我上的3个小时，然后也有给小朋友上的工作坊。那这边我的香水终于制作完毕了，然后也装到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面。那我在我的香水上面呢，还有印上我自己取的名字，就叫做 Bloom， 跟我的毛线是一样的名字。那除了这瓶完成的香水以外呢，那个旁边的小袋子里面是我刚才一开始调制的2款的香水，也让我带回去。然后最后是很有仪式感的，附上了一个调香课的证书。我现在回到台湾刚好满1个礼拜，然后那时候调香师有跟我说，至少要让它静置差不多2到3个星期。但我现在是不想等了，所以我就是忍耐了1个礼拜。我今天就要把它拆开来闻闻看，跟当时调完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那它这个盒子做的还蛮精致的，它这边是一个磁吸式的，然后打开有一个他们的店卡，大概就是说明一下这个品牌的小故事，跟讲说这个香水的原料呢就是来自印尼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我的香水了。现在这个香水它是60ml 的，但是其实那个工作坊它本来付的是30ml，就是这个的1半。但是我再加了一点点钱，好像只是几百块钱台币而已，就可以升级成60ml 的带回家。这边就是有我的一个香水的名字，然后还有我的名字这样子。但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香水的颜色比我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就是还要稍微浊一点。我仔细看里面是没有任何杂质或什么，但就是它颜色就好像比较浊，不像平常在商店里面看到那些香水就是比较透明。要请比较懂香水的朋友们来帮我解答。那我现在就要来试喷看看哦。我现在这样闻起来，我觉得它的那个花香比我当时调的还要再浓我把它喷在这个卡片上好了，试闻一下。喜欢，喷在手上看看。我觉得它现在的味道就是，我记得我刚调完的时候，它那个前调柠檬啊，就是会比较刺鼻。
就是柑橘类这些都就是挥发比较快，然后瞬间就会那个味道就砰跑出来这样子。但现在我在闻它呢，我觉得跟上礼拜比起来，那个柠檬的那种冲击稍微就是缓和了一点。现在又过了差不多15分钟，然后前面的味道已经慢慢的比较淡，然后中间的花香味就跑出来了。然后整体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气候啊，还是那个环境的湿度不一样的关系，比我在巴厘岛的时候闻起来要再酸一点点。然后那个无花果的味道也比较明显。其实我那时候在调的时候，第3次的那个无花果，我觉得不够多，本来想要再多加一点，但是因为已经时间不太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但现在闻起来呢，觉得无花果的香味比当时还要再明显一点点，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房间的环境或是湿度的关系吗？然后你们记得吗？他当时还要把我前面调的都给我，所以我想要再回来闻闻看他们。而且很贴心哎，里面竟然是滚珠。好，这是我第1次调的1号。我现在闻起来还是觉得它很像 SPA 的味道，就是太精油感的，比较不像香水。然后那个迷迭香就是放太多，是很好闻，只是我就觉得说它不像香水，像精油。第2次调的，再闻一次。然后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药感太重，这个药感太重，然后花香就是太少，这前面1跟2的花香都太少。所以这调香经验就让我学到说不要帮自己设限，就是以为自己只喜欢木质调，或是以为自己只喜欢柑橘调，然后就觉得我的香水不用加花。其实有一点花香呢，反而能够衬托出来某一些香材的味道。那现在闻起来我是还挺满意的，觉得它是一个会很适合在台湾的夏天用的味道，有一个柑橘的清爽的味道，中间的花香又有一点被一些木质的感觉中和，就不会好像会有点晕的感觉。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在巴厘岛人生第1次体验调香的心得，我觉得很好玩，然后也让我对这个香水呢，还有香材有更多的了解。那这样子搞不好以后在选购香水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更容易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如果我要去巴厘岛、去库塔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课程真的是还蛮好玩的。而且那边不只是这家，就有很多，好像有2、3家是这样子做香水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体验看看。如果之后有机会呢，我也还想去上我们台湾的或是其他世界各地的调香课。下一次我想要调一瓶适合冬天，然后穿着毛衣一边编织那种意境的香水。好啦，谢谢你们的收看喽，拜。